执着于把话说清楚，很容易让自己陷入内耗，也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的位置上。很多时候不要执着于出现了问题，只要立马去沟通，立马去把问题解决掉。我始终觉得很多事情更需要安静一下，让情绪先过去，让温度先降下来。因为人跟人之间的接触连接，首先是感知对方的状态，对方的情绪，才到信息。如果两个人都有戾气，有攻击性，都会处于一种防御和对抗的状态，根本不会听对方说什么的。时间真的是最好的解药，等心平气和了，站在他的位置上想一想，你多几次换位思考，放一放，缓一缓。其实很多时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都不是在两个人之间正面解决的，它是在生命里照镜子解决的。今天我和你之间的矛盾可能不是我们正面交锋时解决的，而是可能我在别处看到了别人的故事，来解决了我自己现在的卡点。可能是我接触了不同的人，听了他们的人生哲学，某一刻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他是这样想的，原来当初我应该这样做。但可惜的是，当我们正处在矛盾的状态里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会上升到辩论。很多人看似在解决问题，但实际上在辩论。我觉得我说的对，你觉得你说的对，但这根本不是在解决问题，它是在争输赢。我要用我的理论把你压下去，你要用你的理论来说服我，我要让你服从我的结论。但真正的解决问题是双方都客观了，双方都舒服了，两个人有了一些共识了，彼此是真的看明白了，想通了。这个通是什么呢？是既看到了对方出发点的好，也理解了对方能力上的局限。我知道你当时的那个动作并不是纯粹的故意的来伤害我的，里面可能有一部分是真的想为我好，只是可能能力有限，没能够做出真正为我好的事，反而把这个事情推向了另一个方向。人跟人之间本身就充满着误解，只是当矛盾被推向了最深处的时候，这个误解它就会变成一场胜负的辩论。所以我是真的相信事缓则圆。其实不管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，这些关系其实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脆弱。人性它有恶的部分，但是它同样也有善的部分。在这些亲密关系里面，很少会有人轻易的去放弃彼此。大多数的人在争吵之后、冷静之后，都会升起怜悯之心。你可以回想一下，就当你跟一个人争吵到最激烈的时候，心里面生出了很多的这些厌恶、憎恨，但冷静之后，你又会去想，我是不是说的太过了？他也不容易。那个怜悯心它会自己升起来，这个怜悯心的出现其实是解决矛盾最好的契机。但这个时候就需要双方都有智慧。当对方的怜悯心升起来的时候，可能用一些小动作给彼此一个台阶的时候，你也要怜悯心，你要下得去这个台阶，要一起去兜住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愧疚感。很多矛盾它越结越深，很多感情它的裂痕越来越大，就是当对方的怜悯心刚刚滋生的时候，你却觉得自己赢了，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，给他提出更多的要求，打压对方。说到底还有人的局限性，你总是觉得对方不理解你，你说什么他都不懂，不在乎你的情绪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两个人在一起久了，他是一定会有共同连接共生的部分的。你的困境其实也是他的困境。就像我今天在直播间连麦，那个女生她怀孕了，没有工作，也不能出门，一个人就在家里边待着。我真的能够理解这种女孩子的困境，那每一天都没有什么事做，其实也挺枯燥，也挺无趣的。她老公对她一直都很好，但是她现在的这种局限其实也变成了她老公的一种局限。假如没有怀孕，她想出去跟朋友打个牌，打个电话，老婆我今天不回家吃饭，我跟朋友玩一下，她能够更从容更自由的去做她想干的事情。但是现在自己的老婆处在这种困境之下，她也会有顾虑，她也会有愧疚啊，我要出去玩，她可能会不开心，她可能会生气，她可能会指责我，可能会对她不公平，产生一系列情绪。同样的，她其实也在背负着一定的情绪压力。虽然说两个人的困境不一样，甚至于初始点不一样，但其实两个人都是没有自己的生活的，都被困在一个局里。所以我说，我们要允许一些人性的欲望，甚至于说叫人性的一些自私。他出去玩，你去指责他，去质问他，去发泄情绪，其实只会让你们两个人在这个被困住的这个空间里边被压缩得更紧，然后两个人又进行深度的沟通，我怎么样，你这么做你又怎么样，没必要。既然你想偷偷做，倒不如我大大方方的允许。有的时候让两个人之间的空间拉大一点，反而更亲密一些。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普通人，没有谁都能够时时刻刻的去丢掉自己的欲望来理解你的处境，也没有谁
永远都可以接住你的情绪，去理解你的想法。如果真有这样的人，那可能你们也不会在这个世界相遇。很多的矛盾其实是能力不足造成的，原生家庭里面那些不断升级的矛盾其实也是一样，没有那么全面的能力去处理关系，更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化解所有的误解。所以承认这一点，或许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第一步。感情的安全感并不是把话说清楚，两个人有问题全部解决掉。在真实的健康的关系里，安全恰恰来自于彼此能够共同承受那些暂时说不开的部分，